这一集是500订阅，曼大自我介绍的特别篇。按照曼大慢慢来的进度，应该要在2025年的上半年才有机会达成1000订阅里程碑。频道经营大概3个月之后，发现理财主题比较能获得观众的回响，因此我们频道将以财务自由主题为主，希望能和订阅频道的好朋友一起在股海中获利。希望在我们频道中有得到启发的好朋友，可以多支持鼓励我们，给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，帮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确信各位在和曼好频道一起共好的情况下，一定可以在财务思维与理财规划上越来越好。免责声明必须说在前面，曼好频道透过实战经验操作与分享，即使频道分享说得清楚明白，本友也都该再加上自己独立思考，并且在投资前详阅公开说明书，对自己投资负责，连亏自负。免责声明大家都理解后，我们开始进入主题。曼大今年41岁，大学就读工业之母的工程科系，硕士在天大地大台科大完成学业，接着在公管大学取得工程博士学位。家境普通，所以就读大学期间学费需要使用就学贷款，大二开始家人只能提供每月大概3000左右的生活费。幸运的是，刚好我学会自主电脑，掌握了显示卡、记忆体、CPU 等3大关键零组件，开始在拍卖者天堂、Bitfury 2个平台上使用买低卖高的股海最高交易逻辑，赚取自己的生活费，靠着电脑关键零组件买卖赚生活费度过大学时期。硕士期间有在学校内打工，有存款就自己付学费，少一点负债。读完博士，约1年的求学生涯，学贷负债才约36万。大学期间领过5万元的奖学金，硕士期间领过6万元的奖学金。博士期间由于实验室博一没有研究费，博二只能领到每月4000的研究费。这段期间都是吃大学硕士辛苦存下的老本在生活，持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选择自博二结束后先去报效国家。服完兵役后，由于经济压力蛮大的，跟指导教授争取产学合作的机会，幸运的争取到产学合作的工作，也很幸运的是在半导体产业。2010年市场热的是 LED 及太阳能产业，事后看来，只要大陆有能力切入的产业，太阳能、LED、面板、记忆体4大产业，现在早已变成4大产业。由于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7、5、3、2奈米制程技术，都要仰赖 ASML 艾斯摩尔的设备才有办法做出来。在中美贸易战的禁令之下，大陆买不到人做出7、5、3、2奈米制程技术的 ASML 设备。不过这只是其一，台湾半导体产业能够领先的最重要关键，绝对还是最坚强的护国神山台积电。其实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很后悔为什么不毕业就进去台积电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只要能尽力撑住，不是在台积电能拿到的薪水，绝对是我待在原公司的数倍。只是能不能待得住，除了自己的抗压力之外，还有幸不幸运，能不能遇到好主管等太多因素，我们就先不再继续说下去。先拉回来，博山开始幸运的进入半导体产业，虽然必思在半导体产业的排名在中后段，薪酬待遇在半导体产业中顶说算是3线水准，但是对于研究费只有月领4000的我，能领到正常工程师的薪水，在当时已经是心满意足。我27岁开始进入职场工作，相较同学取得硕士学位就开始工作的伙伴晚了2年，在职就读3年后，也就是博5，累计发表5篇 ISCI 国际期刊论文，3篇 EI 国际期刊论文，幸运的取得博士学位。曼大在职场上一向是认真负责，后来学习到不仅要负责，要更进一步的当责。当责是除了负责任一定要完成任务之外，也要对结果负责，尽全力产出好的结果才有绩效。由于负责和当责在职场中取得成果的机会比较多，职场晋升上幸运的较一般人快一些。一开始花了2年从工程师晋升资深工程师，取得博士学位升任主任工程师，再1年升任主任，再1年升任科长，再1年升任副理。接着想要学习业务的手段与历练，当然也想要赚多一点钱，做绩效跟自己努力成正比的业务工作是一个选择。正好不小心通过一家保险公司的Top Gun计划，担任业务经理，薪水还不错，但是真的是有累。事后回想，其实也没比我继续待在半导体产业多，更不用说跟台积电比了。这段业务工作历时约1年半的时间，我学会了保险业的业务逻辑与保单规划能力，也掌握了在业务单位担任主管的管理能力，知道如何打造优秀的业务单位跟做出业绩，认真的自我觉察，知道自己在半导体业还是更加得心应手，因此诚挚的面对自己，回到半导体产业，时任部经理，继续在半导体产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天，花落盛开，蝴蝶自来。曼大在2021幸运的在 LinkedIn 上获得护国神山面试邀请，再通过电话初试、英文线上笔试、复试等考验，取得34职等口头 offer 的同时，
很不巧的同时也获得自己公司董事长的邀请，一起创业。曼大在2011年时有在护国神山暑期实习2个月，对于神山的高压力高报酬的工作非常了解，因此认真请教了当时的老板和师傅，受到老板和师傅的鼓励，最终选择先跟老板一起创业。历经2年半的努力下，虽然在今年上半年确定创业失败，但是也幸运的在创业过程中累积到良善的人脉，进入到创投领域，开启不同领域的职涯，也慢慢走向自己很感兴趣的投资领域。我现在的家庭现况也说明一下，曼大目前有一个小朋友，幼稚园大班，另一半是公教人员，虽然工作稳定，但压力也不小。想必各位都知道，现在的国中生跟曼大28年前国一的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可以打可以骂，现在完全不行。现在公教人员承受的教学压力跟3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也因此另一半经常提到很想早点退休。在我们妥善财务规划之下，没有经济问题的忧虑后，工作选择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工作压力同时也减轻不少了。诚如我在频道介绍上的说明，我在2016年底正式进入股海实战。启蒙老师是我一位好同事，我同时参加 MJ 老师的超级数字力课程后，我跟他一起研究如何用超级数字力选出既有股票，开始有逻辑的选股、存股。自己2017到2020年一直很专注在本业收入提升，没有参与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股灾，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这2波股灾，非常可惜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曼大在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，花费5000多元参加 MJ 的线上财务课程，幸运的从课程中得到启发，知道在大量货币宽松政策之下，股市和房市都会涨，也因此逼迫自己要尽快做买房的决定。幸运的在2020年4月，买房最容易议价的时间点，在新竹县购买一间2021年中交屋的预售屋。可惜的是，当初受限于自己的财商能力圈不够好，未能适当的扩大自己的购屋预算，在错误的控制自己购屋预算的同时，也错过了最佳在竹北买房的时间点。当时竹北3房加1坪车大约1000万上下就有了，现在竹北3房都要3000万元以上了，购屋压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知足的点是，自己至少也有一间3房了，格局也还算方正，虽然涨幅比不上竹北、关不等热区，但已经有房就还算进可攻退可守，可以耐心的等待景气大环境不佳时，如果有便宜的竹北房，届时再考虑下手换房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波房市从2021年起一路涨到今年8月的贷款信用管制才稍微缓慢下来，这几年的涨价与速度，比起股市的表现，可以说一点都不逊色。过去因为可以多屋8成贷款，每间房都可以杠杆5倍，快速扩大房产配置的报酬率，投资客一窝蜂的抢进房地产市场，直到台湾央行9月推出第7波信用管制，降低贷款成数，有一房无房贷，贷款8成，无宽限期；有一房有房贷，贷款5成，无宽限期；有2房有房贷，贷款3成，无宽限期。这代表民众可使用的杠杆倍数将会下降，进而大大降低了房地产投资的报酬率。过去，许多人经常争论是买房好，还是买股票好。过去由于股票赚100%，房子也赚100%，买房只出了20%自备款。由于5倍杠杆的结果，所以报酬率远胜股票。现在2间房的杠杆只剩下2倍，投资股票的人一样赚100%，但房地产可能只剩下不到40%。对擅长投资股票的我来说，这绝对是再好不过的好事。当你股票还是赚100%，在2倍杠杆的房产投资下，投资房地产只剩下40%。擅长投资股票的我，财富阶级就会慢慢往前了。今天刚看到简大简立凯的历年投资损益，我跟简大年龄相仿，投资绩效也差不多，我们都有实战分享对账单。简大累计15年投资报酬总计赚1106万，我的投资报酬刚达标1000万，暂时落后简大约100万元。由于简大没有使用杠杆，操作上会比我的操作更加安全，但我的保险部位比较大，相信之后有机会可以慢慢的追上。我们慢好频道中，原先月更系列有4个，目前更改为3个。因为动能致富要换股操作，我不太喜欢买进卖出频繁操作，所以暂时停更动能致富系列。各位版友可以从我的分享中研究出适合自己布局的策略。目前定期月更的3个主题如下：第一个是分享如何利用股票股利套利，用股利缴房贷本金加利息；第二是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，美债布局部位的月更系列；最后是财务自由的全持股布局部位的更新。以上就是我自己特别篇的说明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